上回说到，湘北与岭南的比赛结束，为了迎接接下来的预选赛，湘北进入了新一轮紧张的训练之中。在预选赛即将到来的这个关键时期，湘北前任队员因为打架斗殴住进医院的问题儿童宫城良田归来。随着宫城到来的是为了报复他而集结在一起的不良集团成员，湘北的麻烦来了。三井寿联合小混混头子铁男带着马仔们一起赶往湘北高中。刚进入校园，他们就盯上了刚好路过的樱木军团的成员野间忠一郎。铁男十分嚣张的上前问话，野间根本不吃他那套，铁男一脚踹在野间的小腿。我问你，篮球馆在哪儿？我们今天是特意过来找篮球队麻烦的。野间一听篮球队，估计又是樱木惹的麻烦事儿。野间非常刚，宁可被一群人围着打，也不肯认怂，就是不说篮球馆的位置，结果被揍得很惨。三井寿对湘北学校很熟悉，带着铁男等人向篮球馆走去。樱木这边结交了宫城这个兄弟，心情大好。参加篮球社团训练更积极了，宫城1对1传授樱木假动作的技巧，现场所有人惊掉了下巴。这俩人前一天还你死我活的，以为要爆发世界大战了，没想到只用了1天就好的穿一条裤子了。到底是24小时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木木松了一口气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他们能和睦相处就很好了。接下来就可以全力备战预赛和县大赛了，相信今年一定可以打进全国联赛的。杨平看到樱木一心一意投入在训练中，宠溺地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结果在拐角处看到了前来找茬的铁男和三井寿等人。杨平喝住几人，那边只有篮球馆而已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铁男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打。高年级的不良少年眼镜男走过来将杨平拉开。杨平，你最好别插手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篮球馆内，木学长带着大家训练，赤木很不巧的在补课。铁男和三井寿等人找上门来。宫城看到三井寿后愣了一下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会儿流氓混混的杀气。不过这次是铁男等人找错了对手，篮球队几乎都是火爆脾气，他们不去揍别人就不错了，居然还有人敢找上门来。宫城良田和铁男带着小混混们互相怒目而视，三井寿在一边一脸得意，弹幕清一色的喊道：三井寿快跑，你扛不住的。樱木和流川枫一脑袋问号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怒怒呵斥小混混，篮球馆不可以穿鞋进来。三井寿瞥了宫城一眼，宫城啊，让我们也加入玩玩吧。铁男若无其事的将烟灰弹到地板上，引发众怒。宫城见樱木等人都发火了，赶忙好言安抚：我们在训练，还有其他队员在，不要这个样子。三井，我求求你不要再揍我了，我现在绝对不能再回去住院，求求你们快回去吧。铁男将烟头摁在篮球上，樱木愤怒的大吼一声。三井寿一脸坏笑：你们是白痴吗？我们可是专门来砸场子的。樱木怒喊：宫城担心事情闹大，忙挡在樱木前面，将樱木拦住。这时，一颗篮球从后面飞出来，三井寿反应很快，偏头躲开，篮球狠狠砸在了德南的脸上。樱木十分欣慰，谁扔的？干得太漂亮了！人群后排，流川枫扭了扭手腕，不满地嘀咕道：居然没打中。三井寿派出一个很嚣张的打手对付流川枫，自己则暴揍宫城。樱木忍不住要动手，宫城和才子忙大声制止。如果篮球队在篮球馆内发生暴力事件，事情曝光的话，就会被禁止参加比赛，搞不好球队都要解散。这就是宫城不想将事情闹大的原因。他以为自己挨顿揍就算了，想要一个人将整件事扛下来。禁赛和解散球队这种事情对篮球队来说实在太严重了，大家都很害怕，不敢轻易动手。三井寿也正是抓住了宫城这个心理，愈发得意。铁男拿过一把拖把递给三井寿，特意嘱咐道：用铁的拖布头打得更狠。三井寿露出阴险的笑容，对准宫城的脑袋举起拖布。就在大家以为要见血的时候，樱木和流川枫出手将三井寿给拦了下来。三井寿看到一脸杀气的樱木，吓得秒怂，哆哆嗦嗦地说道：你们想要篮球队解散吗？樱木和流川枫少见的一致对外，樱木一把将拖布折断，怒道：看我直接解决掉你们！流川枫将沾着烟灰的篮球举到三井寿面前，冷冷地说：给我擦干净！三井寿冷哼一声，推了一口痰在篮球上。流川枫瞬间被激怒：我杀了你！樱木如一头红毛狮子一样扑上前，安婷跳过去从后面将樱木紧紧抱住。安婷的体格和力量是拦不住发怒的樱木的。这时候晴子突然发话：请住手！樱木心一软，停下了动作。安田走到三井寿面前，用发颤的声音说道：请回去吧，比赛就要开始了，今天加入了很多新人，良田也回来了，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打入全国大赛的，现在搞得无法出场的话，怎么和赤木交代呢？安田的话让湘北所有人为之动容，而三井寿却毫无感觉。安田的话甚至激起了三井寿的暴虐之心。三井寿冲过去一拳头砸在安田的脸上：你个大笨蛋！这一下大家终于要反击了，流川枫又一球砸了过来。三井寿一抬头，流川枫居高临下的俯视三井寿，杀气重重，不可原谅。三井寿吓得差一点尿了，流川枫马上就要下杀手。三井寿手下的打手小弟1号选手上来怒捅人头，操起拖把狠狠地招呼到流川枫的头上。流川枫见了血，1号小弟丢了拖把，对着流川枫的腹部狠揍。流川枫的野性被激发，看了一眼自己头上的血，突然闪现到1号小弟身边，2拳头下去，1号小弟已经爬不起来了。
三井寿跑过来嘲讽流川枫：“你出手了，你们完蛋了，会被取消比赛资格的。”流川枫二话不说，一拳头将三井寿放倒。接着二号小弟登场，流川枫抓住他的手腕，差一点把他的手腕折断，才得站出来阻止流川枫，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流川枫稍稍恢复理智，松开了铁钳子一样的手，小弟二号可能是脑袋抽筋了，挥手打了才子。这一下把唯一还留有理智的宫城惹毛了，扑上来骑在小弟二号的身上就是一顿天马流星拳，小弟二号很快就被揍得没有了还手的力气。3号小弟和4号小弟赶过来支援，流川枫站起来仅用一拳，2个小弟就领了盒饭了。天南一看再不出手，己方就要被团灭了，赶快站出来，一招雷厉热刀将流川枫打倒。流川枫暂时休息一下，铁男上头了，以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，对周围的湘北球队的人一顿拳打脚踢。还有谁？我要打10个！木木在旁边愣了半天神，终于回过神来，立即招呼其他人将体育馆的大门和窗帘关闭，务必将此次暴力事件掩盖，绝对不能传出去。当铁男威胁到才子的时候，宫城再也忍不住，跳起来和铁男扭打在一起。当然，他不是铁男的对手，铁男的头锤攻击放倒了宫城，干架王樱木终于也出手了，只需一掌，三井寿的痱子差点被打爆。接下来就是王者的对决，铁男 vs 樱木。樱木因为被头上流下来的血挡住了视线，出现了几秒钟的空档。铁男抓住机会，一套连招把樱木一顿暴揍。木木一看直接跪了，完了，王牌樱木被打败了，其他人只能等着被虐杀了。樱木抓了抓脸，嘀咕道：“有蚊子呀，刚被咬了几口，痒。”铁男笑了。三井寿和其他马仔纷纷围了过来，将樱木团团围住，妄想以多欺少，像当时暴揍宫城一样，把樱木摁在地上踢一顿。万万没想到，拥有战斗民族血统的樱木根本就是打架界的王中王，尔等凡人岂配与其交手？绑一起都不够樱木打一个回合的。樱木准备解开封印，大开杀戒。这时，天空一声巨响，樱木军团闪亮登场。与其说他们是来救驾保护樱木的，倒不如说他们是来保护铁男和三井寿的。否则，樱木一旦爆发，估计就要血染篮球馆，所有人都得死。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樱木军团和铁男军团一碰面，不用多说废话，直接开打。可怜的三井寿本想开溜，结果被樱木军团打得最凶的水户洋平堵住。三井寿放了一堆狠话，洋平3下5除2就把三井寿打了个狗吃屎。打到最后，洋平给了三井寿一个评价，只有2个字：耐揍。终于轮到最精彩的樱木对战铁男了。铁男这时候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甚至对樱木勾了勾手指头，向樱木发出挑衅。樱木表示：“我让你3招。”铁男毫不客气地给了樱木3拳，周围都慌了。铁男真的是打架天才，樱木一定GG了。而樱木毫发无伤，抓了抓脸，嘀咕道：“有蚊子呀！”铁男心态崩了，这小子也太抗揍了。铁男出拳袭击樱木，樱木直接一巴掌接着一巴掌，把铁男打得毫无招架之力。接着飞起一拳头将铁男狠狠揍翻。没等到铁男还手，樱木下一拳头已经到了。铁男真的是无力反抗，被樱木一拳头接着一拳头的暴揍，全场安静了。谁能想到几十分钟前铁男还牛逼哄哄的，而这一刻铁男就像个小鸡仔一样，被樱木摁在地上疯狂摩擦。还有5拳，就问你扛不扛得住？原来前面铁男暴揍樱木那几拳不是樱木白白让给他的，那些拳头是需要偿还的。铁男被吓得瑟瑟发抖，5拳，现在自己能扛住樱木1拳就算汉子了。再这样下去，铁男和三井寿都要被活活揍死。樱木噼里啪啦的又揍了铁男5拳，接下来是折断的拖布。铁男傻了，拖布是你自己折断的呀，别拿我撒气。樱木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是一招必杀，铁男彻底爬不起来了。铁男摔的小弟们吓傻了，连滚带爬的跑去开门，试图逃命。结果篮球馆的门刚被拉开，他们就看到了一个如同死尸一样的身影。大猩猩赤木刚宪驾到，赤木走进篮球馆，将大门紧闭，径直走到三井寿面前。德南跑过去，近乎乞求的说道：“我们马上离开，请你原谅他吧。”赤木瞥了德南一眼，平静的说：“脱掉鞋子。”德南吓得一哆嗦，赶忙手忙脚乱的脱鞋，其他人也吓得忙着跟着脱鞋，气氛变得祥和了很多。赤木没再理会德南，一巴掌又一巴掌扇到三井寿的脸上。默默看出大家的疑惑，低声说：“三井寿他是篮球队的人。”樱木等人愣了，这个故事就很曲折了。三井寿不仅是篮球队的人，而且曾经还是一个很有名的篮球运动员。木木那个年代，没有人不知道武石中学的篮球高手三井寿。三井寿是一个很有天赋的篮球运动员，曾经一度是林南教练田岗最想得到的球员。三井寿曾带领武石中学拿到过县大赛的冠军，被评为当时的最佳球员。升入高中时，三井寿拒绝了海南附中、襄阳以及陵南高中的邀请，放弃了特等生的待遇，来到了没有名气的湘北高中。那时候的三井寿意气风发，立志要带领湘北称霸全国，成为日本第一。身为初中的 MVP， 三井寿还是相当臭屁的，自诩天才，根本不把一般球员放在眼里。流川枫和宫城不约而同的看向樱木，三井寿这么臭屁，简直和樱木一模一样。区别在于，一个有实力，一个没实力，只会说空话。那时候的赤木在1年级中虽然个头很大，但篮球技术和现在的樱木一样，除了灌篮几乎什么也不会。与赤木相比，三井寿简直太厉害了。
投篮溜的一批，几乎百发百中。这样意气风发、前途无量的球员，为什么沦落成为只会装逼、到处挨打的小混混呢？到底在三井寿身上发生了什么，让他现在如此堕落？我们下一期揭晓。